飞了4万公里。美国公开中国的高超音速轨道滑翔器细节，他们认为这个能力太可怕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中国正在发展中的民用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在美国人眼中就成了亚轨道轰炸系统，因为两者在技术领域的难度相似，它既可以用于民用，也能够用于投放武器。那么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是无法防御的。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中国去年测试了神秘的亚轨道轰炸系统，这个对他们刺激太大了，因为该系统能够在轨道上运行，一直到必要的时候，它借由巨大的动能重返大气层，向目标滑翔并降落，或者呢对目标发起突袭。近日，五角大楼在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详细的分析了他们所认为的中国亚轨道轰炸系统的性能。据悉，这种高超音速飞行器在2021年7月27日的首度测试中，先是在近地轨道上绕行，最后呢，在中国境内完成了回收试验。其最远的飞行距离是4万公里，而最长的飞行时间超过100分钟，创下了迄今为止中国远程飞行平台的记录。美国军方高层官员说，虽然它并未击中目标，但是已经很接近了。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中国在2021年测试的不是可重复使用的天地往返系统，而是测试了亚轨道轰炸系统，而该系统所用的是高超音速的滑翔体。而这种高超音速滑翔体，它与传统的重返大气层的洲际导弹的飞行状态是不一样的。高超音速滑翔体在飞越大气层时能够改变航向，并能够在较低的高度上做机动飞行。它能够飞行很长的距离以打击目标，让敌方的反导系统无法拦截。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考虑到以高超音速飞行的物体在发射有效载荷时，技术难度非常复杂。五角大楼对中国的这项技术的发展感到措手不及。按照五角大楼的分析和说法，如果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他们就很难确定这款高超音速飞行器究竟可以携带什么样的载荷，而投放民用载荷、军用载荷，甚至投放核弹，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美国的这份报告有助于了解中国在全球高超音速飞行器竞赛中的地位，但是美国人也承认，并没有发现中国有部署相关武器系统的计划。美方的原话是，这次试验很可能证明了中国部署新型洲际导弹武器系统的技术能力。让他们感到焦虑的是，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阻挡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核打击。要知道， 1.4万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就能够打遍全球了，而能够飞行4万公里的高超音速滑翔体就成为了另外一种悬在美国头顶上的上帝之锤。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现在拥有研发高超音速轨道滑翔器的技术，为什么不把它变成武器列装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现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已经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难以对抗的存在。如果再列装高超音速滑翔洲际导弹，在技术层面上有点浪费。中国不断地进行相关的试验，其目的主要是开发一种能够在天地间往返的，又能够重复使用的新型航空航天器。而这样的一种航空航天器，对美军而言又构成了重大的战略威慑。尤其是这种高超音速飞行器投射有效载荷的难度非常高，美国人到目前都没有解决相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正在发展几种天地往返的运输工具，其目的是节省未来航天发射的成本。当然，某些人也把它理解为这样的技术可以发展成为未来的轨道轰炸机。其实，中国只要拥有了相关的技术，将其变成武器也未尝不可。但不过，我们还可以再等一等，选择使用一种更加成熟、更加优秀的系统。比如，中国前2个月试验的垂直发射、水平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样的火箭也可以发展成未来的洲际导弹的投送平台。中国在珠海航展上还展示了宽翼飞行器，这种飞行器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能够达到7马赫，航程达到8000公里，它也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新的技术发展方向。总体而言，中国正在建立一整套的开发各种各样采用不同技术的高超音速飞行器。这些高超音速飞行器在军事层面的应用是美国人当前无法防御的存在。以后只要有了这样的武器平台，中国的核弹数量不需要增加太多，美国人也不敢张狂，因为他们根本就防不住。当然，美国人现在更感焦虑的一点是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投弹技术，而这项技术他们根本就不会玩。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